昭宁公主萧清河纵容母族苏氏谋逆，辟夺封号，贬为庶民。即日起与驸马谢延衰一同流放岭南，行程3000里，不得延误。苏家是否谋逆，自有史书评说，不必按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萧氏，领旨吧。苏家没有谋反，老将军镇守南疆20年，那些调兵维文书根本不是。朝廷已经定案，一个奴婢也敢在圣旨前喊冤。请代罪女萧清河领旨。抄家！藏了什么？王母留下的旧香囊。交出来。里面只是几味已经失去药香的香料，不在府中财册上。这是苏娘娘留给姑娘最后的东西。滚开！让开！驸马爷回来了。昨夜还在倚红楼饮酒，今日便要陪妻子流放，当真夫妻情深。谢驸马总算舍得从温柔区回来了。3年来，谢灵川挥霍我的嫁妆，嫌弃我母族失势。母亲病逝那夜，我派人去青楼请了3次，他只说不要坏他的兴致。如今苏家获罪，他又躲进倚红楼，恨不得让满京城都知道他与我并无情分。安远伯府赤子24岁，挥霍嫁妆，流连青楼。昨夜花魁玉娘让我将一壶酒带回公主府，与萧清河各饮1杯，从此夫妻情断，各走崩路。我却在回府途中先喝了半壶，不久彻底失去意识。等等，我刚才不是在泥石流中救援坠崖了吗？我穿越了。住手！他让你住手，没听见？驸马醒了。哼，昨夜还在青楼寻欢，今日却知道护妻了。这个香囊可在抄墨青刺上？不在，是御赐之物。是先母生前私物，并非御赐。既不在财册，也不是涉案账册，只是女儿随身保存的王母遗物。你今日割开容易，内廷若问起是谁擅毁以父宫妃旧物，你准备如何解释？一个被革去遗爵的罪钻，也敢顶撞官差？不是徇私，只是按照你们正在执行的清促办事。若韩统领怀疑里面藏有违禁物，可以让女官当众查验，登记后再归还，没有必要让军士用短刀毁掉。查一遍，没问题便留下。他也曾在人前替我挡过1、2句难堪，可旁人散去，他便会冷着脸告诉我，那只是为了驸马府的颜面，与我无关。多谢驸马。香囊收好，过去的事我不会赖账，只是现在不适合谈。你们把一个昏迷的人送来，却连1辆马车也不肯留下。二公子仍在族谱上，伯爷没有将他除名，已是顾念父子情分。没有银子，没有粮食，也没有车马。伯父如今同样被人盯着，实在拿不出多余东西。记忆里的原主一直渴望父亲真正看自己一眼，哪怕严厉训斥也好。可安远伯从未认真管教这个儿子，只不断给钱纵容，让他变成不会当世子的废物。回去转告安远伯，今日伯府不肯给我1匹马，将来伯府出了事，也别指望我为了那块菜牌回头。二公爷怎能如此与父亲说话？半个时辰后出城，每名罪住只准携带2套衣物和1床旧被，敢多拿1件，便按私藏赃物处置。灵魂如何完成？山河家园系统绑定，山林综合救援改装4驱纺车已投放至西侧废弃马厩，车辆及内部物资均为一次性初始配置，消耗后不会自动刷新，后续生存、经营与建设必须依靠真实劳动、当地资源及合法交易完成。西侧马厩里还有1辆车。公主府3辆马车都在清簇上，哪里还有车？带路！没有车将如何套马？公主府私藏如此怪车，还敢说没有谋逆？他若属于公主府，总该有锻造、购置和入库记录。没有记录才更加可疑！给我砸！记下，公主府西侧废旧发现异制铁车1辆，来历不明，未纳入公主府旧册，暂随罪卷一同押送，途中不得拆解、转卖，也不得改作军用。抵达青兰屯堡以后，再由地方官署复核处置。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怎能交给罪卷使用？不交给他们，难道让你派人一路抬到岭南？车辆每日由押解官差检查封标，若途中发现军械、密信或者其他违禁之物，再一律处置。继续记，车内有床铺、柜子、水箱以及数件用途不明的救援器物。这辆车究竟从何而来？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场只属于我的奇遇。驸马过去也说过不少无法查证的话，所以你不必现在相信我。常嬷嬷腰伤未愈，燕安年纪又小，先让他们上车，
剩下的位置由你安排。把安排权交给我，是因为信任，还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？都有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先说清楚：过去3年，你被挥霍的嫁妆、受过的冷落和羞辱，我都会重新整理成账。等我们到了一个能够安稳活下去的地方，是继续做夫妻，还是和离，由你自己决定。驸马今日说过的话，我会一字不漏地记下。本就应该记。现在先上车，我们得先活到能够算清这笔账的那一天。主，复修箱总容量520升，目前剩余柴油486升。可大庸官道远不如现代公路，泥地、陡坡、低速跟队，都会大幅增加油耗。京城到青蓝屯堡大约3000里，若频繁绕行或者长时间空转，燃油一定撑不到最后。太阳能板只能维持基础照明和冷藏，无法代替柴油。净水箱220升，应急饮用水40升，大米50斤，压缩食品40斤。这些物资足够5、6个人应急，却绝不可能养活一支接近200人的流放队伍。520升，究竟是什么概念？若一路没有意外，足够让房车抵达岭南，但能够浪费的余地很少。所以不能让他一直跟在队伍后面慢慢走。发动机长时间低速运行，最耗燃油。遇到平坦官道，我先把车开到前方扎营点，再熄火等队伍赶上。普通路段只运送老人、孩子和重伤者，只有遇到陡坡、泥地或者救援时，才使用4驱和绞盘。每日行驶里程、用水、用电和燃油都要登记，所有药品和工具也要写明领用人，正常损耗记入公账，故意损坏或者私藏，另行总追责。这本账交给你保管。驸马不怕我把房车里的东西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？比起有人控制，我更怕所有人都不知道还剩多少。过去姑娘高热，你连大夫都不肯请，如今突然让所有人坐你的车，谁知道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你的怀疑没有错，可以继续盯着我。我要是再做混账事，你便直接阻止。我阻止有用吗？现在有用。走快点！上车。苏家人便是死在流放路上，也不用谢家人可怜。你想替苏家翻案吗？当然想。那便别死在离京第一日。燕安，上车。表姐，只有活着才有资格查清真相。不得冲撞流放队伍，也不得擅自离队。房车只运送伤员，不会擅自脱离押解队伍。是中暑，必须立刻降温补水。拿去与官夫换些水。把银簪收好，车里还有应急饮用水。用了多少？先给嬷嬷补300毫升，剩余应急水必须留给重症伤患。从现在开始，老人、幼童和病患优先使用车内饮用水，其余人取河水以后必须过滤、烧开才能喝。不能喝！河水这么清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喝？上游有人放牲畜，河水看着干净，不代表里面真的干净。从现在开始，上游取水，中段烧水，下游洗衣。污物和牲畜必须放到更下游。若所有人都挤在同一个地方饮水、洗衣、排污，用不了几日，整支队伍都会腹泻。这东西能把河水变成干净的水？刚开始过来的水不能喝，要先冲洗滤芯，而且滤芯会损耗，房车里的设备也早晚会坏。真正能长期使用的是砂石、木炭和粗布做成的简易过滤器。把这几层东西依次装进木桶，也能过滤？效果不如这个滤芯，但材料容易找到，也可以大量制作。到了下一处营地，我先试着做一个。你熟悉木桶结构，便由你先做，哪里不合适，我们再一起改。能够仿制的技术，交由当地工匠改铸。房车里的原有物品，只用于参考和应急，不作为长期依赖。这条记得很好。我只是记账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水里下毒！他们没有领取烧开的水，下午曾经独自去过上游。先给他们补淡盐糖水，防止脱水。你不亲自替他们诊治？我懂的是野外急救，不是治病开药。
孟秋娘比我更熟悉这里的药材和病种，我只负责判断他们是否需要应急处理，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。所有人听令，从今以后必须按照划定区域取水，任何人不得再私自饮用生水。你从公主府出来时，根本不是醉酒，对不对？像是南方的一种毒藤，但我不敢确定。是乌心藤，少量可以止痛，一旦过量，便会让人心悸、呼吸困难。死状看上去很像醉酒猝死。玉娘让我把那壶酒带回府中，还让我与你各饮一杯。所以他们真正想杀的人是姑娘。现在还只能算怀疑。酒壶已经失踪，送酒的人也没有留下口供，只有找到乌心藤的来源、采购和运输记录，才能证明那壶酒究竟是为谁准备的。母亲生前曾说，她建立的救灾药路共有16处转运仓，可这张图上只画了15处。最后一处在哪里？青兰。捐图和桶牌只能证明苏家经在青兰设立过药材转运仓。若想替苏家翻案，还要找到运输账册、药材记录、相关证人，以及真正的调兵文书。账册和证据由我来查。我负责让所有人活着抵达青兰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为了同一个目标，真正站到了一起。前方官道发生塌方，明日起更改路线，改走黑风岭。黑风岭有山匪，去年有2支商队进去以后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官印上的印泥早已干透，日期的墨迹却还带着刚写下的色光。这是一张提前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，日期和路线都是后来补上的。押解路线由本统领决定，你们只管跟上，不必过问。赵文丽，黑风岭前方根本没有驿站，这封信你准备送给谁？段副统领，你误会了。既然是误会，便把纸条拿出来，让我看清楚。段虎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连本统领的文书也敢查了？黑风岭前方没有驿站，赵勋深夜私放信鸽，竹务上也没有使用官驿火器。属下只是想知道，这封信到底要送给谁？把竹筒给本统领。韩统领，前方山匪出没，本统领提前通知屯兵接应，有什么问题？既然只是正常通知屯兵接应，为何不能让段副统领查看信中内容？押解军务还轮不到一个流犯过问。确实轮不着我过问，但明日若真的在黑风岭出了事，至少所有人都会记得，今夜有人提前往山里送过一封不能见人的信。你不过是有一辆怪车，便以为本统领动不了你？你当然能动我，只是动手以前，韩统领最好先想清楚，这支队伍里有多少伤员要靠黄车转运，又有多少药品和工具，只有我知道该怎么使用。明日还要进入黑风岭，此时内斗只会让藏在山里的匪徒占便宜。明日卯时出发，谁敢掉队，鞭子伺候。黑风岭的山路狭窄，一旦前方出现埋伏，整支队伍很容易被截成几段。明日老人、孩子和重伤者重车，房车走在队伍中段，既不走最前面，也不留在最后。为什么不让房车走在最前面探路？房车太显眼，若山匪的目标是这辆车，他们最先攻击的便会是车头。那由谁负责前方探路？段虎带几名可靠的官差，再加上熟悉山路的石勇。你只负责判断危险和组织救援。对，山林路线听石勇的，木杖和临时支架听鲁城安排。徐铁山负责检查车轮、钢缆和所有铁信。驸马如今也肯把决定交给别人了？因为这些事情，他们比我更懂。你不是说自己以前是山林巡护员吗？巡护员也不会木工、打铁、种田和治病，知道自己不会什么，再去找真正懂的人，比什么事情都抢着自己做更重要。今日若使用绞盘、电钻和强光灯，也要将电量消耗单独记下。山路颇陡，今日的耗油也会比普通官道高。这棵树是昨夜才被看到的，有没有可能是被山风刮倒的？切口太平准，上面还有新鲜斧痕，不可能是风刮的。所有人停下，别碰这棵树！
又出了什么事？盗墓只是诱饵，只要有人靠近砍树，便会拉动草绳，上方的碎石会全部滚下来。不过是山匪惯用的小把戏。昨夜赵勋刚放出信鸽，今日便有人在流放队伍的必经之路上提前设伏。韩统领仍然觉得这只是巧合。你是在指控本长领勾结山匪？我只是把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说出来，派人从侧坡上去查看高处是否有人埋伏。林中务太重，他们若是故意引人离开队伍，追进去的人很容易迷路失散。先从外侧卸掉松动的碎石，再处理主干。这么大一棵树，它竟然真能拉住，靠的不是车本身的蛮力，主要靠内部的齿轮和传动装置。到了岭南以后，能不能照着原理做一套木质脚轮？可以，强度肯定不上房车的绞盘，但用来吊房梁、清理水井和移动大石应该足够。参与清账的人使用过的工具和损耗情况全部记入公账。暂时只记录贡献和损耗，等到了固定安置的地方，再共同决定如何折算。所有人进洞扎营。灰烬还是温的，洞里有新鲜马粪，脚印至少来自20个人。山匪看见官差队伍提前逃走也不奇怪。他们没有走。把粮食、女人和那辆铁车留下，其他人可以滚了。尤其是那个穿白衣的女人，必须留下。是谁告诉你她穿着白衣？流放队伍里有个获罪的公主，山里谁不知道？你们一直躲在山洞深处，从这里既看不见车内，也不可能知道房车上坐着什么人。现在不是审问山匪的时候。确实不是，官差有30余人，山匪只有20多人。韩统领为什么迟迟不下令合围？本统领还要保护押解文书和范吉青木。韩统领，这和你之前说的可不一样。别废话，先抢车！把房车里的2面折叠救援盾举起来，绳网拉开。都停下！你们现在只是拦路抢劫，还没有闹出人命，立刻退回去。之后交由县衙审理，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把所有参与的人全部记下来。韩奎，银子只够我们拦这一次路，可不够让兄弟们替你送命。胡说八道！给我拿下他们！追！不能追！洞里地形不明，他们又熟悉暗道，追进去只会白白送命。山匪刚才说的银子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使用选位置，鲁成带人挖排水沟，孟秋娘安排伤员和病患，其他人把油布接到遮阳棚2侧。老人、孩子和重伤者进黄车，其余人按照名单搭棚，不要堵住排水沟。这个纨绔好像还真懂怎么让人活下来。车只是给了布和工具，选地方的是石毅，排水是我带人挖的，病患怎么安置也得听孟秋娘的。这个营地是大家一起搭起来的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。房车只能让他们惊叹一时，真正能把所有人送到岭南的是分工，是规矩，也是每一双愿意干活的手。我知道韩奎和梁氏私下交易的事，这个消息能不能换我一条活路？银子在哪？我们只收了200两定金。谁送来的？梁氏青山分号的人。叫什么？陶三江。这条消息只能保你不被韩奎当场灭手，你以前抢过的财物、害过的人，一样都不能一笔勾销。那你打算把我交给韩奎？交给县衙？韩奎会让我活着走到县衙吗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既是证人，也是等待审讯的山匪。你要接受看守，交代所有同伙和赃物的去向。等到了青山县，是死是活，由县衙依法判决。若你没有害过人命，又愿意服劳役赎罪，或许还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你一个正在流放的罪女，还能替县衙做主？不能。所以我说的是或许，不是一定。让开！我现在就杀了他们！韩头，他们袭击了押解队伍，必须活着移交县衙。团伙，你这是想夺本统领的权？属下只想按照名册，把所有人活着送到岭南，而不是让山匪替某些人杀掉几个。既然是证人，就该交给县衙，不能就这么杀了。流放第4日，累计行程87里，
剩余燃油449升。黑风岭陡坡多，又用了绞盘，房车还一直低速跟着队伍，整整耗了13升油，比普通官道高出将近1倍。以后不能再这么走了。房车不跟着，老人和伤员怎么办？平坦路段，我先把他们送到下一处营地，再熄火等大队渡。伤势稳定的人轮流坐普通板车。押解队里一共只有3辆板车，而且都快散架了。让鲁城负责加固车架，徐铁山检查轮轴。我把需要的尺寸和工具给他们。只要木料够，我能让板车再多坐几个人。轮轴交给我，坏不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房车不再始终跟着队伍缓慢行驶。每日走了多少里，消耗了多少粮食和水，谁负责清账、修车、照顾伤员和守夜，也全都被记进了所有人都能查看的公共账册。昨天入库时还少不了，今晚怎么就没了？明天大家吃什么？总不能让所有人一起饿肚子吧？昨晚是谁守夜？今日又是谁搬运和分粮？把账册拿来，一项一项核对。小姑娘，求您放过我们吧！我没想把粮卖掉，只是怕明天断粮，孩子没东西吃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偷盗公粮必须重罚，当众鞭打，才能让其他人长记性。他偷的是公粮，粮食必须全部交回来，但他没有拿去卖，也没有伤害别人。第一次犯，扣掉未来3日的一部分公祭，再安排他进炊食组，和其他人一起称粮记账。他都敢偷粮了，还让他去管粮？不是让他一个人管。每日领出多少，还剩多少，都有人和他一起核对，让他亲眼看清楚粮食够不够，也让所有人一起监督他。我认罚，我都认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干，再也不碰不该碰的粮食。他比我更明白，人在绝境里究竟怕什么。规矩若只有责罚，只会逼人把事情藏得更深。把车里的物资全部卸下来，再把这辆怪车推下悬崖。队伍继续赶路。不行，这车里还有药和救命的工具，不能推下去。还有没有别的路？下面有天然石台，大部分路不是悬空的，只有2处石台断开了，需要重新搭桥。把车里的重物全卸下来，车身还能再轻一些。最短的缺口可以用脱困板跨过去，另一处距离太长，必须架木梁，再用绞盘稳住车身。你们还真打算在半日之内修出一条让这辆车通过的路？半日不够，至少需要1整天。今日全队在崖前扎营，明日再过车。本统领没有时间陪你们耗。黑风岭改道本来就是寒头决定的，现在不过多耽误1日，总好过把伤员、药品和工具全部丢在这里。这一路上的伤员全靠房车运送，真把车推下去，后面的路怎么办？我们愿意留下来修路，我们愿意留下来修路。右边还有7寸，再往左一点，停！不是木梁断了，是下面的电木陷下去了。先别动车，重新加切。都别乱，把车尾稳住。车尾悬出去半尺，前轮还在石台上，不要急着踩油门。赵谦在割绳，快抓住他！今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没有鲁城检查木梁，没有徐铁山、石勇和后面那些拉住钢索的人，这辆车根本过不来。所以每个人出的力都要记进账里。是韩统领让我做的，黑风岭没能杀掉你们，他就让我在鹰嘴崖割断绳子，让房车直接掉下去。我只是割绳，我没想杀人。房车里坐着人，你明知道绳断以后会车毁人灭，还敢动手，这就是杀人。韩统领，为了押解队伍和证人的安全，往后你还是不要再单独调动人手，也不能接触赵谦和刘恒。我们也是为了所有人能平安到岭南。青山县，我们终于到岭南了。走了42日，总算活着走到了。房车能够撑到岭南，已经十分勉强。今后除了救援、运送重伤者和重要物资，原则上不再长途使用。路是走完了，可真正要活下去，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来人可是青蓝屯堡百户邓茂。正是，这辆驿质铁车记在京中抄没清册的副页上，准许随机管户一同押送。抵达青蓝以后，再交由地方官署复核，途中不得拆解、转卖，也不得改作军用。抵达青蓝后，由地方官署检查。把车打开。流犯还敢私藏弓箭？这张弓只用于防范野兽和救援警戒，从未对官差和百姓使用。每一支箭用在何处，记录上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京中清册副页写的是不许改作军用，
并没有禁止保留原的救援器械。百户若觉得弓箭需要封存，可以单独封弓，但车里的药品、净水设备和运输工具不能一并扣下。一个被流放的罪女，也看得懂官文？流放以前，我管过公主府的账册和装器，现在不过是照着文书钻事。这辆车暂时留给你们使用，每10日接受一次检查，不得驶入县城，也不得运送机管户离境。勋卷机管户有90天自赎期限，90日内完成4项，便可申请成为受管屯垦户。第一，要有不少于10户的固定住所；第二，要有稳定水源，还要储备足够30日使用的考粮；第三，要能承担官道、河渠、屯田或者救灾劳役；第四，要有合法营生，能够纳粮纳税。要是9日内做不到呢？哼，全部编入青蓝图矿服劳役。进了青蓝铜矿，便很难活着出来。徐铁山，你这个偷矿逃逸的罪奴，竟然还敢回来！徐铁山的旧案，青山县衙可曾重新核验过？哼，一个逃逸矿工还需要核验什么？你还以为这里是京城？既然没有重新审理，百户便不能在这里直接给他定罪。这里自然不是京城，所以还请百户把4项条件全部写清楚，免得到第90天验收时，又突然多出第5项、第6项。期限从明日辰时开始，到第9天日辰时验收。现在把他们带去青蓝废驿。这里就是我们以后要住的地方。虽然破了些，但至少还剩几面墙，总比露宿荒野强。这座驿站10年前便废了，旧井坏了，屋顶也塌了大半，根本住不了多少人。地方已经给你们了，90验后能不能留下，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。青蓝废驿养不起这么多人，谁能留下，要看各自的身份、技能和官府文书。那我们这些要被分走的人怎么办？今晚交给你们的净水、搭营和卫生方法全都会公开，你们到了别处照着做，也能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。你们真的愿意教？这些方法本来就是为了救命，不需要藏着。这里要系紧，才经得起过滤。这水不能喝。铁牌边缘有3个孔，是青蓝铜矿的矿役牌。废驿离铜矿不近，矿工的尸骨为什么会被扔进这口井里？这井里死过人，就算把骨头捞出来，水也没人敢喝了。房车里还剩136升净水，应急饮用水21升，68个人全靠这些水，连2日都撑不过去。先去找渗水点，房车里的水只留给老人、孩子和重病者，其他人带上木桶、竹筒和工具，跟我走。这里一直有水往外渗，附近应该不止这一处。可以沿着山腰挖一道横沟，把几处渗水全部接到一起，再砍些成熟竹子，做成竹槽，把水引到坡下。结构由你们来定，我只负责确认取水点离误区够不够远，水会不会被污染。石山河带人砍成熟竹，幼竹不许动，每片竹林最多取3成。鲁城负责制作竹槽，取水组清理沿途腐叶。孟秋娘检查水质和周围的动物痕迹，其余人先搭遮雨棚。屋子都快塌了，为什么不先修房？主屋随时可能倒塌，现在进去修，只会白白送命。今晚先住临时棚。第一件事是解决饮水，第2件事是排水和卫生，第3件事才是修房。68个人住在一处，若都挤在井边洗衣排污宰杀牲畜，用不了3日，所有人都可能染病。定下这些规矩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少死人。水里没有明显的苦味和腥味，但还是要过滤，烧开以后才能喝。临时泉1号，目前每个时辰出水约6桶，现在正值雨季，这个水量不能代表旱季，必须每日记录。90日还没开始，你已经想到半年以后了。若我们只想着撑过这90天，第91天到来时，还是一样活不下去。驸马当真准备还清这些账？现在还不起。既然还不起，为何还要写？欠下的账，不能因为还不起就不认。这张清单由你保管，以后青蓝渡若有盈余，先偿还公共建设和居民的投入，原先欠你的部分，从我的个人所得里慢慢扣吧。清河不缺一张认错的账单。我知道，我也没指望只靠这张纸就让你原谅以前的事。我只是想从今日起，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，不再含糊过去。我会记着。90日自赎任务开启，当前成果：临时饮水点1处，系统仅记录真实成果，不提供1阶段目标，建立可持续水源、基础卫生区和临时聚居所。真正的青蓝雾还没有出现，但第1桶水已经被他们亲手从山里接了出来。房子都塌成这样了，不先修屋，反倒让我们挖沟。昨晚没下大雨，只能算运气好。今日再下雨怎么办？还有那口旧井，把里面的骨头捞出来，再把井洗干净，难道不能喝吗？这就是旧井里的水，谁觉得能喝，便先喝一口试试。这水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下面还有黑泥，
哪能入口？青蓝铜矿，7号工棚，废邑离铜矿有20多里，铜氏工棚的牌子怎么会出现在这口井里？不是无意间掉进去的，井壁外侧有拖拽痕迹，人很可能死在别处，之后才被扔进井里。那具尸骨能不能先捞上来？暂时不能，先封住旧井，保留原状，再报县衙查验。我们若私自捞出尸骨，邓茂反而会说我们破坏证据。旧井不能喝，临时泉每个时辰又只有6棚，还是不够68个人用。所以今日要找新的警卫，石勇和石长河负责查看地势、植被，陈伯带种过田的人辨认土层，鲁成准备开井需要的支撑，我负责探孔和安全。找地下水，还要问我们这些种田的，什么地方常年湿日，什么草吸水，土层是沙土还是粘土，你们比我更清楚。这里的蕨草比别处密，野兽也经常往这边走，地下可能有水。上面是黑土，下面的土发黏，雨停以后，这里的水汽也不会立刻散掉。蚂蚁窝都避开了最低的位置，说明下面可能有水，但井不能开在最低处，否则一到雨季，山上的脏水都会灌进去。这东西能钻多深？把钻杆一节节接上，3、4丈不成问题。不过遇到大石头，就只能换个地方重新钻。有水汽，这下面应该有水。出水了，我们找到水了。只是找到了水层，井还没挖出来呢。挖出来的肥土别乱倒，单独堆在一边，以后开荒种田还能用。井越往下挖越容易塌。我先把木撑做好，挖一段便撑一段。木撑之间的连接库交给我，不能让他们松开。就按你们说的办，先把支撑备齐，再正式下井。挖井12人，分成3班轮换，木撑6人，运土10人，其余人继续搭棚、清理灶房。挖井比搬土累得多，难道吃的也一样？所以从今日开始，所有人都要记工。这工怎么记？普通劳作记1工，挖井、抬木这些重工记1工半，木工、打铁、医护等专门手艺记2工。老人和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，也按照实际劳作登记。记了工，又能换到什么？眼下先用来分配额外口粮和生活用品，以后青兰有了收入，再按照公账兑换。账全在你手里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偏袒自己人？每日收工后，账目全部公开，每个人的名字、做过的活儿和工数都写在这里。当晚有异议，当晚说清楚。我的工也照样记，不会多算1分。先停下，井里的人喘不上气了。现在马上上来，先给井下通风。这才挖了1丈，能出什么事儿？歇口气，接着挖便是。地下可能积着腐气，也可能只是太闷太热，原因没有确认以前，谁也不许拿命硬撑。没有中毒迹象，应该是井下太闷，加上劳累过度，休息一阵，多补些水便能缓过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人每次下井不得超过半个时辰，井口必须留人看守。谁觉得头晕、胸闷，立刻换班，不算偷懒，也不扣工。上个茅厕还得绕这么远，就不能渐近一点吗？嫌远便忍着走几步，但谁也不能在水边方便，污了水，最后遭罪的是所有人。饭前病后必须洗手，生肉熟食分开用刀用板，病患使用过的东西也要单独清洗。以后这里是不是到处都要立规矩？等所有人都记住了，木牌自然可以少一些。规矩这么多，大家不会觉得烦吗？死人比规矩麻烦得多。他明明承担了探井和安全安排，却没有给自己多记1分，至少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人说过的话都还算数。井水没有异味，烧开后饮用，这2日也没人出现不适，可以用了。新井1号暂时列为稳定水源，以后每日仍要记录水量和水质。这口井是驸马带着大家找到的，不如就叫驸马井。这口井是68个人一起挖出来的，不能只记在我一个头上。那便叫昭宁井，总可以了吧？这里已经没有昭宁公主了。我们现在住在青兰，叫青兰井不好吗？青兰井，听着倒是顺口。
不能照你最开始说的比例来。岭南的土性不同，照那个配法，墙干了以后容易开裂。那便按照你们试出来的比例建。你最开始说错了，现在当着这么多人改口，不觉得没面子？配方错了可以改，明知道不对还要硬撑，等墙塌了才是真没面子。第一间修好的屋子，先给病人用。药材不能继续堆在漏雨的侧屋里，房车里的药箱也不能一直对所有人开放，必须有人登记和保管。药棚里放2张病床、药架，再隔出一个单独安置病患的地方，重症才进房车，普通病患以后都在药棚诊治。第一间屋子给病人，那你们夫妻住哪里？我们继续住在车上。常嬷嬷和孩子睡固定床，谢林川睡驾驶座。原来驸马住的是驾驶座。那你睡哪里？我与青梅睡折叠床。车里没有多余的折叠床。那便睡侧屋。侧屋的屋顶还在漏雨，所以驸马最好快些把房子建起来。如今县里都在传，青兰费驿有一座会走的铁屋，今日总算让我见到了。看车要收费。谢公子如今缺钱又缺粮，竟然还舍得拿我开玩笑。这辆车不能卖，车里的大部分东西也不能卖。那你们准备拿什么跟我做生意？竹器、干木耳、黄金，还有以后处理好的药材。手艺不错，可尺寸不一样。商铺收货讲究统一规格，果筐一大一小放在木架上便不稳。县城果铺要50只这样的竹筐，3日内交货，每只20文，尺寸合格才收，不合格的1只不要。50只便是1000文，还要扣掉保商佣金、运输和税钱，真正到你们手里的不到900文。货已经有了买主，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风险。1成佣金太高，8分。9分，8分半。成交。熟手5人，学徒10人，剩下的人继续修屋，不能为了这一批竹筐把其他活全停了。订单只有3日，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来编筐？不会编的人来的越多，做坏的便越多，到时候光是返工就能把3日全耽误了。所有竹筐按照样筐统一尺寸，每完成1只，先检查再入成品区，不合格的单独放置，不许混进去。这只尺寸不对，为什么不重新做？只小了半寸，果铺的人未必看得出来。今日或许能混过去，可第一批货若坏了名声，也可能成为最后一批货。初学做错，只记1半功，明知道不合格，还故意混进成品，今日不记功。我现在就拆了重做。其余竹筐尺寸都合格，这3只重新调整，我便全部收下。是我的学徒做的不够稳，我现在就改，不耽误交货。先买一批耐旱的种子，地开出来以后总要种东西，竹刀和木工工具也得添置，再用旧刀硬批，下一批货未必赶得出来。药材需要陶罐存放，不然一场雨便会受潮。再买2只母鸡，养起来以后，孩子和病人也能有口鸡蛋吃。大家累了这么多日，赚到的第一笔钱，连顿肉都吃不上吗？第一笔收入若全都吃掉，下一批竹筐还得继续用旧刀劈竹子。今晚赶山队若能带回合法猎物，自然可以分给大家。公账里的钱要让我们下个月过得比这个月容易。我明白了。把它们养好了，以后真的会有鸡蛋吗？好好喂养，自然会有。小满，连鸡什么时候下蛋也要记，不记下来，怎么知道一天喂了多少粮，又能下多少蛋？记得对，养鸡也是营生，自然要算清楚。这2把盐是送给青兰窝，还是用来换水？只喝了几碗水，哪能收你们的钱？盐留下，算是谢你们。好，既为赠送，收入公账。这把青菜和几个鸡蛋也是送来的，井水让我们随便取，不能总白占你们的便宜。青菜1把，鸡蛋6枚，也计入公账。不过2把青菜几个鸡蛋，也值得专门写下来。今日不写这2把菜，明日便可能有人说自己送过10栋粮，无论多少，都要有账可查。小姑娘若是开班商铺，只怕同行见了你都要头疼。账目清楚，总比糊里糊涂好。
奉邓百户之命前来收取青兰费役各项费用，井钱10两，灶钱5两，落脚钱每户2两，合计39两。39两，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连39文都拿不出来。没银子也行，拿东西来抵。那辆铁车、粮食、工具都可以充数。青山县什么时候开始收井钱了？青兰屯堡自有青兰屯堡的规矩。这口井是我们自己勘测、自己挖的，所用工具和人力也全由青兰屋公账承担。可这块地归屯堡管。90日自赎文书上写的清楚，考核期间，费役和周边荒地交由机管户修复使用，挖井时算我们的自赎成果。等井挖好了，又成了屯堡的井，这笔账说不通。这是百户大人的命令，让你们交，你们交便是。可以交，还是谢公子识趣。请张文丽把话写清楚。今日没有县衙批文，也没有正式税目，由青兰屯堡用私印征销井钱和落脚钱，共计39两。收据一式3份，屯堡留1份，青兰屋留1份，第3份送到县衙备案。没有第3份，那便没有这笔钱。你们这是要抗税？合法的税赋，我们一文不少；来路不明的私钱，我们一文不交。来人，把井封了！青兰屯堡文吏张胜率屯兵20人，于自赎第8日午后进入青兰费役，在没有县衙批文的情况下，试图封锁68名机管户及附近村民唯一能够稳定取水的水井。官爷，这井给我们附近村子救了急，好端端的为何要封？这是流犯私自挖出的官井，自然要封。这井明明是他们自己找水自己挖出来的，什么时候成官井了？你还想替流犯出头？再敢多嘴，连你一起抓走！谁要封井，谁就在文书上签字画押。封井以后，若有人因为缺水生病甚至丧命，责任也一并记在签名之人的头上。药棚会把所有缺水患病的人逐一登记，症状和日期都不会少。老汉愿意作证，这口井一直供附近百姓和过路人取水。还有我，姓名、籍贯都可以记。我也作证。行，再宽限你们3日，3日以后，百户大人会亲自过来。他们退了，井保住了。他只是今日没有封井，下一次再来一定会换个更像样的名目。从今日起，扩大井台的使用记录，过路缴付附近村民取水时间和用途全都登记清楚。以后他们再想封的，便不只是一口流犯挖出的井，而是官道旁唯一的公用水源。铁牌背面有一个孟字，我丈夫叫孟长庚，当年就在青兰铜矿7号工棚服役，矿场说他偷矿逃走了，可现在看来，他很可能根本没有逃，他就在这口井里。先把铁牌和拓印封存好，明日我们去县衙正式报案。县衙真的会管一个流犯丈夫的尸骨吗？未必会管。那报案还有什么用？因为这件事必须留下正式记录，即便县衙不管，也得让他们亲口拒绝一次。机管户递来的呈文，县衙不收。不收也可以，不必惊动县令，只需给我们写一张拒收条。什么拒收条？注明今日青兰费役发现疑似矿工遗骨，机管户前来报案，青山县衙拒绝受理。写清日期，再盖上县衙的印。哪有县衙专门给流犯写拒收帖的道理？既然不愿意写，便说明县衙并没有拒绝受理，那这封呈文自然可以收下。二位说的都有道理，不如先把呈文送进去，也免得堵在县衙门前让人看笑话。呈文已经收下，这张是县衙回知，至于何时派人查验，要等上面的安排。多谢。你们竟敢绕过青兰屯堡，直接跑到县衙告状！旧井里发现的尸骨涉及非正常死亡，百户又负责管理青兰铜矿，为了避嫌，自然应该交由县衙查验。你怀疑本官与矿工之死有关？事情没有查清以前，谁都有嫌疑，也可能谁都是无辜的。好，明日本官便亲自去青兰费夷查井。百户去时，记得带上仵作。检查机管户，用不着县衙的人插手。我们已经向县衙报案，那便等县衙的仵作先到，再开井查验。90日还长，你们最好能一直这么有底气。搜房车、凉棚，还有所有住屋，任何一处都不许漏掉。可以查，但每一个进入房车和住屋的人都要登记姓名，取出的物品必须当场列出清单，不得私自带走。你一个机管罪女，有什么资格给本官定规矩？他没有这个资格，本县有。百户带这么多人来查井，
是否要先向本仙监知会一声？开井，本仙亲自看着查。本仙已经收到青兰废驿的呈文，既然旧井里发现了疑似矿工遗骨，这件事自然要查清楚。井里不止一具遗骨，至少有3个人，还发现了2块矿牌和一条铁链。这口废井已经荒了这么多年，什么人都有可能往里面抛尸，未必与铜矿有关。是不是与铜矿有关？验过伤，再比对矿牌和死亡陶冶名册，自然便清楚了。几具遗骨都有生前骨折，其中一具头骨上还有明显的钝器伤，不像是正常死亡。邓白整，7号和11号工棚过去5年的死亡名册、陶艺名册以及口粮账册，3日之内全部送到县衙。矿场的账册并不全由青兰屯堡管理，下官未必调得起。那便让粮食一同调去。账册少1页，本县便追问1页的责任。还有张胜之前拿出的井钱、灶钱和落脚钱手令，青山县从未设过这些税目，立刻传张胜到县衙问话。自书条件要求至少有10户固定住所，你们这里只修好了3间屋，怎么算合格？青兰屋现有12户，每一户都有固定床位、物品相互排。自文书只要求10户固定住所，并没有说10户必须分别住进10座独立房屋。不过是在屋里加了几面竹墙，这也能算固定住所？能遮风避雨，有床铺，有排水，每户也都有固定位置，不会随时被人赶出去，为何不能算住所？固定住所12户，暂定合格。哼。青兰井出水最少时，每个时辰14桶，最多时20桶。临时全用于洗衣、清洁和部分灌溉。井台、排水沟以及取分区也已经全部建好，现有稳定饮用权1处。那30日的储粮呢？目前主粮不足7日，干货、野菜和捕鱼所得只能作为补充，距离最终验收要求的30日口粮，确实还差得很远。第3项不合格。今日只是第10日，不是第90日。这次查验记录的是建设进度，并非最终结果。确实如此。那合法营收建立的如何？青兰屋已经完成了一笔竹器交易，税票和契约都在这里。第2批生垄也正在制作，有正式税票，合法营生已经建立，只是目前规模不大。不过编了几只竹筐也能算一门营生。县衙收这笔税的时候，可没有嫌他们赚的少。第10日查验结果如下：固定住所暂定合格，稳定水源合格，储粮不足，合法营生初步建立，公共劳役尚未正式完成。自从10日以来，青兰坞没有1人因饥饿、缺水或疫病死亡。我们真的1个人都没少。10日以前，我还以为大家连3日都撑不过去。第10日有点样子，不代表到了第90日，你们还能站在这里。这是县衙从青兰铜矿旧库里查到的部分名册，孟长科的名字确实在上面，而且被登记成了陶艺。那他失踪以后的口粮呢？孟长科言失踪以后，7号工棚仍然以他的名义连续领取了半年口粮。只要不把死人报上去，管事便能继续冒领他们的口粮和工钱。7号工棚3年内共登记了57名陶艺矿工。其中43人失踪以后，仍然有人以他们的名义领取口粮。这些口粮是谁领走的？7号工棚的管事陶三河。陶三河果然和刘恒口供里说的一样。母亲留下的药路图只标了15处药仓，缺少的第16处果然就在青兰。县衙再次派人去查旧库时，库房已经起火，剩下的账册大半都被烧毁了。郭县令只来得及抢出这几页。什么时候起的火？邓茂收到县衙调取账册的公文以后，邓茂刚收到消息，库房便起了火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陶三江、粮食、红矿，还有这座16号药仓，他们分明都连在一起。现在缺的不是调查方向，而是能把整条线彻底闭合的完整账册。还有活着的证人。陶三江不会留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找他，所以在找到他之前，
得先让青兰屋有自保的能力。救活的人要记下姓名，那些枉死的人也不能连名字都留不下来。这里的荒草长得太厚，一点点割，不知道要割到什么时候。不如放一把火，烧得最快。这里坡度不小，大火烧完，草根也没了。等第一场大雨下来，上面的肥土很可能会被一起冲走。那边只能割草，只是这样太慢了。先开1亩试验田，割下来的草也别扔，可以留下来堆肥。这些荒草怎么变成肥？草木、牲畜粪、灶灰和泥土分层堆放，保持湿润，等它们慢慢腐努。你就不坚持自己的办法？我要的是能用的肥，不是证明谁对谁错。排水不是应该往坡下走吗？为什么不直接向下挖？直着往下挖，雨水只会冲得越来越快。横沟能先把水拦住，再慢慢分散出去。昨夜雨不小，新开的田却没有被冲坏，把这道横沟继续往两边延长，这个办法能用。把昨夜的雨量和田里的情况记下来，以后换了坡度和土地，不能直接照搬。你们先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样轮，放进溪水里试过再说。水真的自己爬到高处去了？不是水自己会爬，是溪水推动木轮，再由木轮把水提上来。不能完全照着你画的做，木斗按这个角度安装，升到最高处以前，水便已经漏光了。铁箍也不能放在这里，这一处受力最大，必须向外挪半寸，不然用不了多久便会松。以前6个人挑上一整日，也浇不了这么多地。如今只要水车不停，水便能一直送进田里。从今日起，原负责调水的6个人继续开荒，水车由4人轮班维护，灌溉组减少6人，另成药材处理组。既然腾出了人手，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去种粮？因为光有田还不够，没有粮仓、工具和稳定的买卖，粮食种出来也未必能让所有人长久活下去。县城有家磨坊看中了这架水车，愿意出钱买图纸。图纸不卖，是嫌价钱太低？不是，这架水车不是我一个人造出来的，真要谈生意，得问鲁城、徐铁山和陈伯。这水车还能拿出去卖钱？可图若交出去，别人照着造便是。往后还需要我们吗？所以不卖图，只接建造的活。若由青兰坞派人去建，先扣除材料和来回路费，剩下的钱一半存入公共技术账，用来要参与去改良的公祭分配。不卖一张只能赚1次钱的死图，而是派人上门建造。你们倒是很会做长久生意。可老夫是机管户，县城不是想进便能进的。可以向县衙申请临时路条，由顾掌柜担保，县衙登记去向，当日王府在外留宿。第一架水车可以少收些钱，换磨坊出一份正式验收文书，以后再替别人建，便有凭证证明青阳屋造的水车确实能用。老夫做了大半辈子木匠，从没想过有一日，自己的手艺还能被写进县衙的文书里。伸手。做什么？你的手腕已经磨破了，再不护住，伤口只会越来越深。这东西不记公账。旧衣是我的私物，软皮也是从旧物上拆下来的，没有动用公账。那便算是私人赠与。只是怕你伤得太重，又要占药棚的一张病床。明白。带着合适吗？很合适，也不妨碍做事。先救火，2人守住药棚，其余人把纵火的人按住。别碰那包东西，是吴心腾。吴心腾怎么会在他身上？这种东西过量便能害人性命。他带着油罐和吴心腾，不只是想烧掉药棚，粮食已经按捺不住，派人来烧青兰湾的药棚了。先救人，再救药，所有人按照平时的分工行动，别乱。药棚里的人已经全部转出来了。旁边的草棚必须拆，不然火会顺着烧过去。水往火根浇，其他地方用土压住，别让火星乱飞。
药棚里的药保住了大半，损失约有30%。幸好草棚拆得及时，不然整个药棚都保不住。性命。他是陶三江的人，粮食药田会用桐油防水，那里出来的人鞋底总会沾着一层发黏的黑泥。黑风寨以前替陶三江运过货，我认得。一个山匪说的话，也能拿来当证据。逐一编号记录，油罐、火碴子、乌心藤粉、粮食青山分号腰牌，还有他纵火的位置和逃跑路线，一样都不能漏。是陶三河让你来烧什么？药棚只是幌子，你真正要找的是药路图。他知道药路图，我不知道什么药路图。看来药路图比这药棚更加重要。人证、物证和口供全部封存，把人带回县衙。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：京城倚红楼的毒酒也是陶三侠安排的。玉娘让原来的我把酒带回公主府，那壶酒正想杀的人是谁？是穿白衣的女人，对吗？他们想杀的人是姑娘。陶掌柜只交代让那壶酒进公主府，保证穿白衣的女人喝下去。若是夫妻两人那壶酒是怎么送进红楼的？梁氏的人根本进不了后院。他们借了安远伯府的车牌。是谁借的？谢父。谢父知不知道酒里有毒？陶掌车站只给了他20两，让梁氏的跟着伯父马车进一次后院。酒壶后来被谁拿走了？原本应该由倚红楼的人回收，后来听说公主府当日被抄，酒壶可能被梁氏安插在府里的杂役拿走了。口供已经全部记录在案，与物证一并封存。陶三河呢？已经不在青山分号了，他昨日夜里便离开了，去向部。清点损失。谢灵超，你的脸色不对。没什么，只是刚才吸了太多烟。把手伸出来。孟秋娘就在这里，让她看便是。我本来就是让你把手交给她。心跳太快了。你体内的旧毒还没清干净，又被乌心藤燃烧后的烟气引了出来。所有接触过乌心藤粉的人立刻更换外衣，用气云水彻底冲洗。火场灰烬单独装起来封存，不能混进普通肥堆。药棚四周设警戒，没有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现在回房车休息。损失还没有清点完，这里有鲁城、孟秋娘，还有我。火场还需要谢灵川。若连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，就没有资格说要给别人一个家。所有人都安置好了，都安顿好了。损失清点出来了吗？晾晒的药材损失30%，烧毁一座草棚，2块油布，灭火器也用掉了1只，全部记进房车和公路物资损耗。驸马现在只关心这些，至少这些损失能证明没有人受重伤，差一点便有了。你冲进活蛇时候，知不知道乌心藤燃烧以后可能会引发你体内的余毒？当时不能确定，不能确定，你还是冲了进去。药棚里还有病患，孟秋娘已经把他们转移出来了，可我当时并不知道。你每一次都有理由。每一个理由听起来都很合理，可驸马若每次遇到危险都先拿自己的命去填，清群族以后怎么办？以后我会注意。这句话太轻了，清河不需要驸马，慎河如一定会死。至少下一次行动以前，先告诉身边的人你准备做什么，不要再让所有人只能跟在你身后收拾残局。好，因为就你说的对。能不能做到？清河会继续看着。药棚和粮棚不能继续放在低地，这里离旧河沟太近，一到雨季水位上涨，很容易被淹。这座废驿当年很可能就建在泄洪道旁边，平时看不出来，真遇到大雨便危险了。先把旧河道的走向全部查清，再决定药棚、粮棚和住屋是否需要迁移。看来我们要重新审视的，不只是几间屋的位置，而是看整个青兰废驿到底适不适合长期居住。这是旧河道留下的标记。这里以前发过大水，如今河水改了道，不代表以后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可要是全搬到北坡，前20日做的活至少要白费1半。现在连洪水的影子都没见着，难道只凭几块原石就要把刚建好的家拆了，把粮食搬上坡不行吗？石勇，你沿上游2处山谷走一遍，看汇水走向。陈伯，你继续在低地各处挖坑，记录沙层纵厚度与深度。是。好。上游2处山谷同时向废驿低地汇水，若遇暴雨，水会直冲院中，必须搬人、粮食、药材、账册和种子全部迁到北坡。水还没来就先拆自己的家。低地不是彻底不用，水车、田地和竹器粗加工都可以留下，但住屋、粮仓和药棚必须搬到高处。要是以后一直不发洪水呢？我们不过是每日多走一段路。
可要是真发了水，我们却没搬呢。舍不得已经做过的事，不能成为继续做错的理由。新营地的房子怎么建？这件事听你的。坡顶风大，主屋不能建得太高。营地分成3层，最上层放粮食、药材子，也安置老人和中层人做饭，下层养牲畜、设工坊。高坡石头上的大树也要留几棵当风，不能为了清地全砍了。好，便按你们商量出的方案牵营。房车每日只运3趟，不能为了赶季度再增加次数。若多开几趟，今日就能把东西全搬完。燃油不是只为今日准备的，以后救人、运送重病者，还有去县城外接货，全都要用房车。现在省下的每一升油，都可能是以后的一条退路。苏妍，你让他们做的是什么活？